在当下的中国，谁要是敢批评国家安全，那就等于是批评老习。问题是真有这种人吗？还真有。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位。大家好，我是大卫，我们一起来分析新闻背后的真相。今天照例聊5件事。第一件，在现在国内几乎就做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另一个翻本，叫做以国家安全为纲。给你举个例子，东航的飞机直接掉下来，扎到土里20多米，调查吧，只要是你想要信息公开，直接告诉你影响国家安全这事儿就等于是黄了。说明什么呢？所有的经济秩序只要碰上这个都得靠边站，法治你也得靠边站。这种政策很多人是敢怒不敢言。但是今天有一位老者，确切点说呢，是一位77岁的北大院长出手了。他发表了一个文章，叫做《国家安全与其他国家目标的关系》。他的目标呢，直指这个国家安全你都影响到经济发展和其他的社会稳定了。我们来简要了解一下他的观点。他是1948年11月生于广州，77岁了，岁数大了，无所谓了。我们必须明确他不是一个野生国师，或者说纯粹的党外人士，他是党内的，而且当过中央党校的教授。我们来简要回顾一下他的历史他是在2001年至2009年任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当了9年的中央党校的所长。然后呢，是在北京大学现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这可是党内的人自己批评的，这确实需要勇气。您看前几年任志强作为党内的这个人士批评了老习，结果呢判了18年，有可能就死在里边了。他是这么说的：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但必须看清它的边界，处理好它同国家其他目标的关系，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统筹兼顾，做到辩证统一。国家安全是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是除安全之外，国家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目标。几年前，我在《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一书中列举了世界各国普遍追求的5个终极目标，即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这5个目标可以互相促进，但在政治实践中又有可能产生矛盾，顾此失彼。当然了，作为党内人士他说的还是有点含蓄的，但是能听懂的人那肯定清楚这不就是奔着老习那个犯国家安全吗？我们来分析他背后的原因。77了，我认为呢，他不想让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和第3代再受一遍罪。这种人他肯定经历过那个老毛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天天斗，甚至是连夫妻都互相揭发，父子都互相揭发，就是要斗。最后国民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后来呢，换老邓的时候，他就一切向前看了。这个一切向前看说到底是让大家不要追溯以往的问题，因为你追溯那共产党要承担责任了。所以说大家向前看，赶紧的赚钱黑猫白猫逮着耗子就是好猫。但这个呢，其实是牺牲了很多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大家都奔着钱去了。那到了老习这儿，在国内外经济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他呢干脆就把这阶级斗争重新换了个名字，就叫国家安全。朋友、亲戚，甚至是孩子都要监督你的父母有没有说危害国家安全的话。你看有的家长在这个看美剧都得背着孩子，生怕给举报了，举报了这个东西是真的要进去的。好，我们说第2件事。美国众议院以218票赞成，214票反对，就是以微弱优势通过了那个大美丽法案。我们来分析一下，在这个法案当中，民主党是不是输了呢？我感觉呢，民主党这次他并没有失分，因为他们保持了统一，没有跑票的。
倒是共和党呢，也透露了这个党本身的问题，就是他已经彻底的被 MAGA 和被老川绑架了，仅有的那么几个反骨的人啊，想保持独立思想的人，最后都屈服了。目前看呢，只有2-3个共和党的人是没有投，这个比例啊可就太小了。那么有人一直在讲，是不是说接下来这就是7700万选民的实践真实想法？但有另外一部分人说，必须得让他们感受4年。如果说 MAGA 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策搞得经济一团糟，然后呢物价上涨，MAGA 它就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以后谁要再说这个谁就是那个吹牛皮的代名词了。如果从历史的看呢，这对美国来说也未必是一件坏事啊。咱们说第3件事，一些教会组织，包括天主教、基督教他们联合也开始反对这个大而美的法案了。我们看新闻报道，20位主教签署了一份跨宗教的声明，签署者包括天主教、美洲慈悲修女会以及圣公会犹太教路德宗长老宗，这算是一个跨宗教的一个宗派。这封信简要讲到了该法案的通过是对整个美国社会的道德失效。该法案将为川普的边境政策和移民打击行动投入超过1500亿美元，其中仅 ICE 的预算就将从34亿美元飙升至2029年底的450亿美元，这相当于增加了365倍这笔资金不仅严重浪费纳税人的钱，还会像我们的私人监狱系统一样，催生出一个自我运行的驱逐出境工业机器。像这个刚刚起步的驱逐行业投入资金，也会更刺激更多的镇压和家庭的分离。你喂的越多，这个怪物就越大，它也就越饥饿。这句话说到病根上了。政府它本身就有这种自我膨胀的机制，你别说投1500亿了，你就是投15000亿它是照样不够花。当把这个有色人种把这个非法进入的驱逐完了，剩下该驱逐这个有色人种了，他总有办法呀。最后白人不忠诚，他也得给你驱逐了。好，我们说第4件事是关于俄罗斯的。大俄现在既缺钱又缺人，这个人指的是炮灰。我们看到最新出了2招。第一个，俄罗斯正式承认塔利班统治下的阿富汗，并采取措施开展紧密合作。专家提示，俄罗斯可能要求塔利班向乌克兰派遣数千名的战士，以换取俄罗斯对塔利班的经济和技术援助。经济倒不一定援助，那只能是给你石油，你任何国家都是缺油吧。第二，塔利班呢也许会要一些先进的导弹技术毕竟他现在掌握一个国家呀，这个对于核不扩散这不是一个好事。除了像塔利班这样不入流的机构要炮灰之外，一出手呢就要几千个。第二，他对国内的富豪也亮剑出手了。我们来看报道，俄罗斯总检察长要求国家没收大型金矿公司以及该国有寡头之一的叫斯鲁科夫，他拥有几十家企业。根据检察官指控，该人士涉嫌腐败，该公司市值超过20亿美金，一个大土豪20亿美金到手了，而且每年利润，去年的利润达到3.7亿美金，这也是一个下金蛋的鸡呀。这位叫斯特鲁科夫是普京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成员，还是党内的。他在瑞士拥有国籍。我说怎么这么多富豪非要打他呢？原来是忠诚不绝对，他居然有瑞士的国籍，实际上他有双重国籍，这个被查出来了。他在俄罗斯亿万富豪排行榜中名列第78位，净资产达29亿元。
确实啊是个富户，但我认为呢，随着战况的每况愈下啊，接下来啊这些富豪您这排着队吧，肯定是小的先打，接下来终究还是大的。第五件事，我们聊一个轻松的科技新闻。澳大利亚空军接收了由人工智能公司提供最新的 MQ 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它有个特点呢，它是自主协同作战，能够自主完成既定的作战目标。比如说你让它轰炸一个地方啊，它去那自动找到那边轰炸完了，然后自己再回来。更重要的目标，它可以成为 F-35战斗机的中程僚机。就是比如说我是那个 F-35战斗机，它就在我旁边飞，我让它进行第一轮攻击，它就攻击啊；我让它掩护，它就掩护；我让它给我挡子弹，它也可以成为叫做必要时吸引敌方火力的靶子。哎，它就是一个这个机器人不会说话的战友。我想未来呢，这种设备啊可能会在北约国家优先列装。好，今天这5件事分享结束了。如果关于对中国学者啊批评老习的这个泛国家权法啊，你有什么观点，可以在留言区留言，咱们共同来探讨，好吧？咱们明天5件事继续。